日本海自正谋求在航母的发展问题上做出新的突破。真正意义上的航母距离日本是否行将不远？英美的纵容帮凶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在谋求一个真正军事大国的身份，摆脱二战结束后受到的和平公约限制，大力发展一些不被允许的进攻性武器装备。有关于这一点，想必是很多熟悉军事的军迷朋友们都很了解的，已经无需再过赘述。而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最新进行的一些相关动作非常值得加以关注。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搞文字命名游戏的直升机驱逐舰计划，转而开始诉求真正的海洋霸主、海军大国的标配——大型舰队航母。而在日本这新一轮的野心不死又得寸进尺的疯狂计划中，堪称一丘之貉的英美两国再一次在助力日本发展军力的问题上成为了纵容帮凶。新传来的消息指出，英国著名军工巨头企业英国航天航空系统公司计划在今年底或2022年初在日本开设办事处，以求强化同日本的合作。需要指出的是，英国航天航空系统公司的来头可不小，英国海军现役的唯二两艘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的多个主要系统和建造工程均由该公司负责承包。同时，该公司的另一重身份是美国主导下的 JSF 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主要合作伙伴。计划的最终诞生产物即为 F-35 隐身战机，并且这家英国巨头在整个 JSF 计划里，尤其涉及垂直起降的 F-35B 型以及专供航母舰载使用的 F-35C 型两个子型号项目分包。更加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过程中，英国航天航空系统公司重点介绍的便是有关 F-35B 垂直起降隐身战机和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舰机融合的训练内容和相关经验。如果把以上这些关键点和线索串到一起，英国航天航空系统公司进驻日本的来头显然不小，不能简单去看待。事实上，目前也有诸多西方防务媒体认为，有了先前女王号航母停靠日本，并向日本海自和防卫省高官开放参观作为前提，对航母有着不小诉求，或是看上了女王号航母某些技术的日本，大概率是在不满足再去搞那些命名文字游戏的直升机驱逐舰。日本防卫省的下一个目标即是真正的大型舰队航母，与英国航母和舰载机承包商做接洽，正是一个关键的信号和先期准备。在这里，虎哥得说上一句，日本搞真正的航母这个问题上，如果仅仅只是有英国的帮助，那还是远远不足以成事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在日本搞真正航母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贯的纵容放任，充当帮凶。即便是有英国提供一定的舰载机技术支持，但真正的 F-35B、F-35C 两个型号的可选舰载机却照例还是得从美国采购进口。除此以外，长期在日本驻军的美国对日本的深远影响力也可以说是达到了说一不二的地步。日本现在能这么明晃晃地和英国接洽，做真正航母发展前的先手准备。要说没有美国的点头许可，别说是日本想买，就连英国也是万万不敢把技术卖给日本的。另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关键点是，在美国的中间介绍和牵头帮忙之下，日本正在同北约组织的另一成员国意大利展开一项有关 F-35B 舰载机的飞行员训练课程，下一步将登上意大利海军的旗舰加夫尔号航母进行实际操作。此举毫无疑问地将进一步加快日本海自的直升机驱逐舰整合 F-35B 形成完整战斗力的所需时间。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目前在真正的航空母舰这一领域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初期探索或者是先行准备的实质性动作。如若未遭到及时阻止，试探成功，只怕日本后续下一步的动作还会来得更大。作为当代海洋霸主的航母，不同于一般武器装备，
其和高超音速导弹、隐身战机等其他尖端兵器一样，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攻型武器，强大且先进，早就已经超出了日本仅限发展自卫兵器的规定范围。而现如今的日本在这些高新尖端武器上是全部有所涉猎，一个不差。再往深了说，美国意图恢复日本的武力，给日本军力发展松绑，使其在围堵中国计划中分担更多任务，承担更大作用的疯狂计划已经昭然若揭。美国的此番玩火行为，全然不顾日本曾是一个疯狂的二战策源地发起国的黑历史，视二战结束后确立起来的现行国际秩序如无物，公然纵容允许日本发展超额超标军力，只为满足自己霸权主义下的一己私利。于中国而言，日本更进一步扩充发展军力的举动显然不能忽视或掉以轻心。打铁还需自身硬，维持巩固住自身长期的国防优势和后续发展才是当务之急。今天的中国海军不是过去的中国海军，未来的中国海军还将走得更远更强。日本想要在海洋上再一次如二战般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不论是当下还是未来，都只能是个空想。